花开花落自有时，缘去缘来总有因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翠花的秘密。男朋友母亲约我见面，下班后我急匆匆便去了。刚推开包间门，便看到许文优的母亲嗑着瓜子，我的男朋友许文优坐在一旁附和着。看到我之后，许文优妈妈脸色立马一变，包厢里传来一阵闷哼，脸上满是不耐烦，嘴皮子上的瓜子皮随意地啐了几口。我不着痕迹地撇了撇嘴角，没见过这么没素质的人。许文优偏头看了一眼他母亲的脸色，不耐烦地朝我摆手：“快坐下，站在那干嘛呢？”我一脸震惊地看着许文优，他从来都没有这个语气和我说过话。况且话说回来，还是许文优追的我什么时候这么卑微过？许文优没给我一个眼神，转头给他妈倒水去了。我强忍着心中的烦躁，坐到了他们俩人对面。许文优依旧在和他妈说说笑笑，丝毫没有照顾我的情绪。我没好气地瞪了一眼许文优，拿起桌子上的水喝了一口。许文优妈妈吧唧吧唧嘴，轻飘飘开口说：“你叫沈念是吧？”她脸上满是不屑，眼底里甚至还有点瞧不起。我勉为其难挤出来一个微笑，维持住了基本的礼貌。是的，阿姨。她上下扫视了我几眼，喉咙里闷哼一声：“你家住在哪呀？”我皱了皱眉头，哪有第一次见面就问这个的？我还没来得及开口，她便继续往下说：“听说你大学的时候申请过贫困生，家里没多少钱吧？你能和我们文优在一起，算你有点运气。”许文优还在一边乐呵呵地笑着，时不时还点点头。我真是瞎了眼，才会和这样的人在一起。我不悦地对上他那双浑浊的眼睛：“阿姨，那我想知道您家住在哪呀？”一听到这里，他便两眼放光，还扬了扬头，好不威风。我们家是住在2环的，在皇城根下面，可是和你们这种郊区的不一样。说白了，你还是外地的。说完，眼睛上下打量了我几遍，不屑地撇了撇嘴角。我挑了挑眉毛，没着急说话。许文优的头都快低到桌子底下了，不如干脆直接投长脚底比较好。我喝了口水，饶有兴趣地说：“2环啊？那阿姨你们家那套房值多少钱啊？要是结婚的话，我是打算卖掉的。”他立马吹鼻子瞪眼：“臭外地的，你懂什么呀你？”我冷哼一声：“没文化真可怕。”许文优依旧在一旁没说话，那张优渥的脸我越看越嫌弃。我本以为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没想到他还变本加厉起来了。我告诉你，娶你我们家不会出1分彩礼，你们家要出陪嫁100万，还有一套3居的房子，想嫁进我们家门，没那么容易。小老太婆笑得洋洋得意，脸上的皱纹都在说：“我就是瞧不起你。”我还就真是疑惑了，我和许文优恋爱才1年，我什么时候说要嫁给他了？我发现这一家人都挺会幻想的，是不是哪一天还要幻想自己成了亿万富翁？我摸了摸新做的美甲，满脸纯真：“阿姨，你是不是记错了？我没说要结婚呀。”我瞥了一眼在一旁一言不发的许文优，翻了个白眼：“许文优，是不是你和阿姨说错了呀？你要不再好好想想？”我嘲讽地笑了笑，乖巧地和老太婆说了个拜拜。出门后，我的微信遭到了疯狂的轰炸。没错，都是许文优的消息。我瞥了一眼，心烦地收了手机。回家后，在门口我听到我妈和我弟聊天的声音：“妈，你怎么不管他们家要彩礼？我和柔柔还要结婚呢，天天就知道柔柔。你妈我当初是想把沈念养成你媳妇的，沈念，我可看不上她。再等等，你妈我可不会赔了夫人又折兵。”握住门把手的手紧了紧，指尖泛了白。我没有进去，默默等着他们聊完，
从小便是这样，我不受我妈待见，可以说上学的时候她几乎没给过我钱，但我已经见怪不怪了。等他们聊完后，我默默回了房间，而后是止不住的嫌弃，不过我全当没听见。我家的确住的是郊区，平房的那种，我沈念就是被谁都瞧不起。傍晚的时候，门口被敲响了，我透过窗户去看有几个民警，我一脸疑惑，悄悄看着外面的动静。警察后面是一对夫妇，穿得光鲜亮丽，他们交涉了一会，我妈便把我叫出了门。我愣愣地盯着眼前的这对夫妇，脑子里在想的是小说情节发生在我身上了。民警取走了我的一根头发，说要去比对 DNA， 但那对夫妇看到我后满含热泪，我心里倒是没有什么感觉。面前的女人拉起我的手，心疼地看着我，语气哽咽：“孩子，你过得好吗？”她的手很暖和，不同于我的冰凉，好像是心灵感应一般。我抱住了她，在她耳边小声说：“我过得不好，一点也不好。”随后屋内便是一阵痛哭流涕，但我还是模模糊糊听到了养母和我弟的对话。这不，有人送钱来了。他说话的声音带着几分窃喜，还有嘲讽。我抬起眼，便看到他和我弟脸上满满的笑意。养父前几年去世，丧葬的钱都是从我工资里拿的，现在的我手里没几个钱。而后还有啜泣的声音，一旁的男人也没忍住，眼睛变得红红的。他手上戴的是一块江诗丹顿手表，身上穿的是高定西服，有点眼力劲儿的人都能看出来，这是个富人家庭。换句话说，我的原生家庭是个富人家庭。我轻轻推开面前的女人，沉了沉眸子，平静说道：“还是等亲子鉴定报告出来再说吧。”她眼底蓄满了泪水，甚至有一瞬间我都在害怕她会晕倒。她面上犹犹豫豫，刚想开口拒绝，一旁的男人拍了拍她的肩膀，雄厚的声音传来：“他说的对，别到时候空欢喜一场。再比对一次吧。”他含着泪点了点头。过了一会儿，这对夫妇便离开了房屋。我的养母靠在墙上，一脸玩味地看着这边的方向，手里还拿着一把瓜子。我的弟弟同样一脸猥琐地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。我看了一眼，便收回了视线。刚刚激动的心情已经荡然无存。养母见我要回屋，先我一步挡在了门口处。“你这小丫头片子，我好不容易把你养大，你现在连个眼神都不给我。”刚刚吃进去的瓜子在她嘴边杵乱飞，我恶心地蹙了蹙眉毛，默默屏住呼吸。“姐姐，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，咱妈养你可真是不容易，你现在走了，于心何忍呐？”假惺惺的语气，晦暗不明的眼睛里闪烁着贪婪的光。我脸上挂着笑容，伸手拍了拍她的衣服。“亲子鉴定还没出来，妈，你就这么断定我不是你亲生的？”我的尾调很长，我冷冷地看了他们一眼，便回了卧室，随后反锁上了门。门后还传来骂骂咧咧的声音，我脑子一片混乱，心里更是烦躁的不行。两种可能性，要么我被搞丢了，要么两家报错了。其实我很早之前就知道自己不是这个家里的亲生女儿，从小亲戚都把我叫做童养媳。那个时候很小，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长大后我才明白，有了工作后，我特地和我妈做了一次亲子鉴定，结果不出我所料，我不是他们亲生的，也只有这个结果才能解答这么多年的种种经历。门口处停着的迈巴赫还没开走，我又想起白天许文优妈妈的那一顿说辞。我皱了皱眉头，拿起手机给许文优发了微信：“分手吧，你已经配不上我了。”页面显示99加的消息，我没那个心思再去爬楼看消息。
我的微信发出后，手机消停了一会，随后许文优又开始炮轰。之后的几天上班，我都心不在焉的。下班回家时，门口围满了街坊邻居，门口处停着几辆警车，还有那辆迈巴赫。我鼓起勇气迈入房间，今天却多了一个人，面前多了一位男性，身上穿的休闲服装，但举手投足间流露出金贵的感觉，这是我弟弟没有的。屋内的警察很多，还有几个记者，他们扛着摄影机，私下在小声交流着。我皱了皱眉，心里略微有点不安。走到沙发处，那位十分有气质的女人便拉起了我的手。哦不，这个时候应该把她称之为我的妈妈了。她拉着我的手，示意在她身边坐下。我坐下后，她依旧紧紧拉着我的手。我低头看了一眼紧紧相握的两只手，有点不一样的感觉。我的养母在一旁讪笑着。当初沈念这孩子在大马路上，我们家看他可怜就领回来了，没想到有一天能见到他亲生父母。说着又抬起手装模作样地擦了擦眼角的泪水，而我弟在一旁也装模作样地学着，但脸上那微微的笑意还是出卖了他们。我妈没说话，但我能听见她深呼吸的声音。坐在一旁的我爸伸出手点了点桌子，语气十分不悦：“别和我们在这假惺惺的，我们这次来就是把我女儿带走的。”他说话的声音中气十足，十分雄厚。养母脸上带着几分犹犹豫豫，两只手不断在大腿上摩挲着，随后十分犹豫地开口：“我们家也不是大富大贵的，遇到沈念也是我们的福气。这么多年，我们在沈念身上也花了不少钱。您看这……”没等我爸回答，警察出了声，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：“这位女士，我们这次来还有另一个原因，我们十分合理的怀疑你是拐卖团伙中的一员。”话音刚落，周围的照相机开启了闪光灯模式。养母一听便急了，直接站起来和警察大声说话：“沈念是我老头带回来的，什么拐卖，就是在大马路上捡回来的，你们不能这么冤枉人呐！”尾音有点哭腔，我弟也有样学样的开口：“对呀，你们不能冤枉人呐！”坐在我对面的那个男人开口，说话的声音不急不慢，但听起来十分有威胁性：“这些事情麻烦和我们的律师还有警察去说，我妹妹的事情我们家绝对不会放手。”我出神地望着面前的这位男性，看谈吐看行为举止都能看出他是一位优质男性。他是我的哥哥，我的亲生哥哥。通过长时间的交涉，我明白了这一切的缘由。我是被拐卖的，我还有个哥哥，我家里很有钱。我看着这间破旧不堪的小屋，脑海里又想象着豪华的别墅，本来那才是属于我的生活。我本来是不用这么悲惨的。我恨极了我的养母。回家的路上，我看着窗外的夜景，这是宁城最繁华的商圈，车内很安静，听到的大多是窗外的风声。我妈捏了捏我的手，我转头看过去，她脸上带着笑，是那种平易近人的笑，但我又看出了几分局促，似乎是怕吓到我的那种感觉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努力装成很自然的样子：“怎么啦，妈妈？”一瞬间，我妈没出声。“没事没事，我给你介绍你哥哥，他叫温燕，现在在你爸公司工作。”我朝他点了点头，没什么感觉，他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哥哥。没过多久，车速变慢，映入眼帘的是宁城房价最高的别墅区。我有点怯生生地看着屋内的一切，可以说是金碧辉煌。我妈领着我去了我的房间，很大很大，有我自己的衣物间。没说多少话，我妈从包里拿出来了一大嘟噜钥匙，一提起来便是金属碰撞的声音。钥匙很多，我妈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柔声道：“念念，一切都过去了，
妈妈没什么好给你的，这是咱们家在宁城的一栋房，都租出去了，现在你就是他们的房东。过几天我领着你去办过户手续，你明天也可以去那边看看。之前拆迁后你爸非要买的。我惊恐地看着这一大串钥匙，随后连忙摆手：“妈，这我不能收。”他直接把钥匙塞到我的怀里，拿着，这是妈的一份心意，明天周末我领你去看看。我抿了抿嘴：“妈，我自己去也行。”面前的女人一愣，随后尴尬地笑了笑：“是不是我吓到你了？你明天自己去，我就不跟着了。”话音刚落，他便离开了房间。我懊恼地皱了皱眉头，其实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他临出门眼底的落寞，让我心里有点不好受。我看了眼手机，弹出来的还是许文优的消息。我不耐烦地把他拉黑了。第二天，我提着那一串钥匙去了宁城的老城区，许文优妈妈口中的皇城根。我妈临出门和我说了小区名字，怕我忘记，还特意在微信上发了一遍。早晨的老城区很是热闹，可以听到大爷大妈的聊天，十分接地气儿，也十分舒服。我拿着我妈给的地址，在一栋楼面前停住了脚步。这一栋楼都是属于我的房子，我是房东。看着手里的一串钥匙，我犯了难，以后收租怎么收呢？正当我犯难的时候，就看到许文优妈妈从一单元门口出来，手里提着一袋垃圾。她瞥了我一眼，嘲讽开口：“哟，都找到我们家门口了，站门口都碍着别人的事儿了，没素质！”我有点发懵地看着她，她的唾沫星子乱飞，吹鼻子瞪眼的。我在心里默默开口：“大妈，我好像要到你家里收租。”我眨巴了眨巴眼睛，随后给他让出来了一条路。我没那个气性和他去争辩了，毕竟我现在可是房东。但很奇怪，我没想到许文优家的房子是租的。前几天他趾高气扬的样子还历历在目。我仔细瞧着这栋楼，感觉年代有点久了，再过几年估计都可以拆迁了。但是胜在它接地气，感觉很舒服。我看着许文优妈妈的背影，不由得摇了摇头。装逼被打脸是什么体验呢？我拿起手机给妈妈发了条短信：“妈妈，我想知道有没有哪家住户儿子叫许文优的。”没过多久，那边传来了消息：“我去问问你爸的秘书。”我抿了抿嘴，等着那边的回复。一单元306的住户。我抬起头往3楼望去，太阳很刺眼。我眯了眯眼睛，耳边传来嘈杂的脚步声。我转头便看到了许文优的妈妈，她叉着腰，上下扫视着我，头微微扬着，好似要拿鼻孔看人。沈念，等着我们悠悠呢。她轻笑一声，前几天不是还说看不上我们悠悠吗？怎么今天就追上来了？我挑了挑眉，双手环臂，想继续听他接下来的话。前几天在餐厅的事情，我也不追究。还是那句话，陪嫁的东西一分不能少。要进我们家门，上我们家户口，可不是那么容易的。他操着一口宁城本地方言，眼底满是轻蔑。我皱了皱眉头，随后附和地点了点头。我略带思考地停顿了几秒。阿姨，你说的对，我觉得许文优真的太优秀了，您家我也高攀不起，我真的配不上您儿子。我一脸诚恳地看着他，许文优妈妈被噎得说不出来话，脸色变得飞快。她抬手在身后擦了擦手，不耐烦地说出口：“走吧，走吧。”我看着她的背影上了楼，嘴角不自觉地撇了撇。这老太太脾性还真牛，和那通天文大妈有一拼。但这个放一边，我还是没想到许文优家里的房子是租的。毕竟他妈当时摆出来的姿态真的很瞧不起人，好像每个人都争着抢着上他家户口本一样。当然现在他妈妈依旧那么趾高气扬，
临走前，我看了一眼我要收租的一栋楼，内心感叹：这收租婆有点累。本来我就是来这看一看，没有必要花费那么多时间。况且中午有一个聚餐，这个聚餐是家里人的，听我妈说会来差不多20多个左右。回家后，我稍微收拾了一下，便跟着爸妈去了餐厅。聚会的餐厅是宁城有名的一品坊，之前和许文优来过一次，只觉得这里的菜真的好贵，但环境是真的不错，而且菜真的很好吃。和许文优来的时候，我们是在外面的大堂吃的，这次来的是包厢。等我和爸妈进去的时候，包厢里已经坐满了人，看着都很富态并且面善。我哥坐在里面显得格外的俊俏。从昨天回来，我和他也没有过多的接触，但心中就莫名有一种亲切的感觉，这可能就是血缘。我爸兴致冲冲地把我介绍给他们，包厢里一片欢声笑语，大多数的亲戚都是夸我长得好看，很像我妈，然后给我一个大红包。一个红包有多厚，我想应该不用我多说了，保守估计我得拿了好几个 W 了。我礼貌地朝他们笑着，大多数是附和的点点头。这场聚会我是主角，我是被包围的。我哥坐我旁边，没怎么说话，只是突然把包好的螃蟹给我递了过来，骨节分明的手指，手腕上还戴着名表。他依旧没有多说一句话，清冷的嗓音很有磁性。吃，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坐在温燕一旁的女孩就开了口。她看起来大概10岁出头，身上穿着公主裙，脸蛋儿还没张开，但能看出来是个美人胚子。她皱着眉头，嘟着小嘴：“温燕哥哥应该喂我吃的，我不喜欢你。”娇滴滴的小姑娘说出的话直来直去的，但童言无忌嘛。我看了眼她皱得快要打结的眉头，不着痕迹地笑了笑，端起盘子给她递了过去。我歪着头打趣道：“现在是温燕哥哥给你包的了。”刚刚一瞬间寂静起来的包厢也迅速恢复了欢声笑语。我哥温燕清了清嗓子，似乎有点别扭：“你不用管他，他就是被宠坏了。螃蟹本来就是包给你的。”我有点惊讶，然后打哈哈说道：“他就是一个小孩，下次不用让着，本来就是你的。”温燕说话总是那么言简意赅，直来直去的。听着她说的话，我暗地里苦涩地笑了笑。在养母家的时候，从来没有人这么照顾过我的感受。饭桌上的交谈声还在继续。念念，这事你们打算怎么处理？那对夫妇肯定有猫腻。我爸有点烦躁，眉眼中有点怒火。已经交给律师了，跑不了。屋内有点发闷，我只能出来透透气，却没想到在大堂靠窗户的位置看到了许文优。这是这么多天我第一次看到许文优，他的样子还是那么意气风发，甚至还可以说是有点光彩照人。坐他对面的是他哥们，两人正欢声笑语地说着，冷不丁的他哥们来了一句：“沈念，你真就放弃了？”我没再往前走，一来是不想让许文优发现我，二来是我也想听听许文优的回复。许文优喝了口饮料，吊儿郎当的开口：“怎么可能？我还没把搞上他，到嘴边的鸭子飞了，哪有这个道理？”说罢，两人笑了起来。我紧紧握着手，美甲刺痛着我的手掌心。我没想到许文优是这么一个人渣，真的好恶心。那怎么办？你脚踏两条船，那对我事业有帮助啊。你说女人不在家相夫教子，现在混的都比男人好了，你说这世道？我不知道他口中的娜是谁，可能是哪个不知名受害者。他们嘴里轻飘飘的语气，好像是在谈论什么玩物一样，说得十分自然随意。我不理解他们的三观，谁说女人只能相夫教子的？我努力压着心中的怒火。
许文优这种人渣，没必要顾及他的脸面，毕竟他们一家都是爱装逼的人。还没等我动身，我哥温燕便从我身边经过。这人走路都没声的吗？哦，对了，许文优在的公司好像就是我爸开的这家。怎么说呢？我和许文优真的太有缘了。这晚回家，我养母罕见地给我发来了消息，还是语音，语气很温柔，带着几分讨好的意思。念念，现在公安局的人非要调查你爸，你看念在我们养了你这么多年的份上，能不能求求情？你弟弟还等着结婚呢。念念，你要是手里还有钱，就帮帮你弟弟，这彩礼钱我们拿不出来呀。语音越听越烦，我拿起手机打了几个字回复，然后拉黑。那就别取，其他的事情对接律师，没人知道当初我受了多少打骂。但我不明白为什么当初非得要我呢？是一开始就生不出来孩子，要了我之后又有了弟弟吗？然后我就成了童养媳吗？我妈把租房合同交给我，说过几天等合约结束，带我去办过户手续。在住户信息上我看到了许文优的名字，怎么办？有点碍眼。事实上，许文优一直在用各种方式给我发消息，发的消息那叫一个假惺惺，什么宝宝，我离不开你，我看着都恶心。许文优家的租房合同到这个月结束，按理说是要续约的，但是我的意思呢，就是不想给他们续约。我想我作为一个房东，应该有这个权利吧。下班后，我便坐地铁到了老城区，依旧是那么安逸，有种不同于东三环的感觉。这栋楼有点年久了，没有电梯。好在许文优家里住在3楼，爬上去也不是很累。咚咚咚，我敲响了许文优家的房门，门前还贴着春联，旁边堆积着一些杂物，还有生活垃圾。对门出来了个老太太，吐槽道：“这丫的又没扔垃圾，没素质。”我看了眼脚下的垃圾，嫌弃地挪了挪脚。这家人还真是没素质哈。又过了几秒，门后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，还伴随着不耐烦的吐槽声。门缓慢打开，面对的是许文优妈妈那张不耐烦的大脸。我礼貌地笑着，随后试探性询问：“我可以进去吗？”许文优妈妈打量了我几眼，一阵嗤笑：“我发现你这个女孩儿有点东西，有个词语叫做欲擒故纵，是不是？”她嘲讽地笑着。我依旧礼貌地看着她，尽量做出服务人员的感觉。毕竟咱们也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房东而已，归根到底还是服务型行业。他还在输出，还是那个要求，陪嫁那一份不能少。他突然想起来了什么一样，眼睛放了光，声音也加大了许多。还有结婚后在家相夫教子，恪守本分。我嘴角尴尬地咧开，不是你家是皇族吗？要求这么多？而且你儿子也不是很优秀吧？见他还有继续输出的趋势，我抿了抿嘴唇，试探性打断，小声开口：“那个阿姨，我是房东。”他一愣，一脸狐疑地审视我。我继续礼貌性微笑，从包里拿出了他们家的租房合同。“阿姨，这是你们家的租房合同，这个月到期。”他从我手里一把抢走，翻看了起来。我一脸诚恳：“阿姨，咱们可以到里面说吗？”他怀疑地看了我2眼，随后点了点头。“这合同你哪来的？”我随便找了个地方坐下。“合同是我妈给我的，现在这一栋楼都是我的。”我说得漫不经心，仰着头看着他，满脸错愕。之前那位看不起人的老太婆，现在脸都要绿了，只能愣愣地看着我。屋子里很安静，依稀能听到外面的鸟叫声。我伸出食指敲了敲桌面：“阿姨，您也别站着，坐下聊。”我稍微扫了一眼这套房子的整体布局，给我的感觉就是十分杂乱，东西很多，垃圾也很多。许文优妈妈依旧一副怀疑的眼神。
你家不是住在郊区吗？怎么可能这房子是你的？小姑娘没必要这么装腔作势吧？我思考了一会，犹犹豫豫开口：阿姨，托您的福，那天回家后，我亲生父母就找了过来，这一栋房子都是我妈给我的。您要是不相信，我这有我妈录的视频，我妈您应该认识吧？说罢，我便把手机放到她面前，点开视频播放。我饶有兴趣地看着她的脸色变化。老太太看完视频后，脸色马上就变和善了。出乎我意料的，许文优妈妈伸手拉住我的手，脸上带着笑，手还试图想拍拍我。我不着痕迹地甩开，念念，我就说你这么优秀，没想到原生家庭这么好呢。你看我们悠悠真有福气，你们俩的婚事呢？我想的是快点办了，毕竟男人就得早早拴住比较好。我无语地翻了个白眼，没忍住直接吐槽出口：许文优是个太子爷吗？我可不稀罕。一瞬间空气宁静，许文优妈妈顿了顿，然后继续开口：文优这孩子好啊，他在大企业上班，一年能挣好多钱呢。你和文优相处了这么久，肯定也知道他为人怎么样。阿姨也就不王婆卖瓜，自卖自夸了。我撇了撇嘴角，我和许文优早就已经分手了。至于您说的许文优的为人怎么样，我还真没看出来有啥好的。阿姨，我这次来呢，就是想和您聊一下续约的事情，别的我觉得没必要再浪费时间的聊下去。许文优妈妈讪讪地点了点头。我是第一次亲身经历富豪的差别对待，之前许文优妈妈可从来都没有给过我好脸色，这次直接拉住了我的手，还想让我们尽快结婚。想啥呢？许文优这种人配吗？合约这个月到期，这套房我不打算再租给你们家，和您提前说一声，尽快找别的房源吧。我直接公事公办地说出口，没有半点拖沓。许文优妈妈脸色又是一变，眼睛又瞪了起来，大声开口：凭什么不租给我们？我们家租了这么久。说到最后，她直接站起来，用手指着我的鼻子骂。我收回了自己的视线，冷声说道：我是房东，现在我不打算租了，有问题吗？她用力拍了拍大腿，当然有问题呀，我们这一直租着，这就相当于是我家的房子了，这么多年了，这是什么逻辑？怎么这房子就是他们家的了？那要是这套房子拆迁，是不是还得分给他们一部分钱？这家人的逻辑，我真的是佩服。我长这么大还没遇到过这么没素质的人。我瞥了一眼他那撒泼的样子，用不用我拿房产证给你看看上面的名字？许文优妈妈坐到我身边，似乎是一脸苦口婆心的劝阻：念念，你一个女人家有这么财产会被惦记的。你和悠悠结婚，你俩一块护着这财产，说的轻声细语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说的是什么大道理。可不，这算盘珠子都快崩我脸上来了。我没说话，看了眼手上的手表，这个时间许文优快下班了，我可不想和他对上。我小声开口：阿姨，我劝您呢，还是有点自知之明。您想要个有钱的儿媳妇，但未必有人看得上你们家，毕竟您家是住在皇城根下的人，谁能配得上呢？说完这句话，我便要起身离开，他在一旁狠狠地瞪着我。还没等我挪步，门便传来了开锁的声音。过了1秒，看到了许文优的身影，他怀里抱着一个大箱子，精致的西装上沾满了灰尘。往日神采奕奕的眸子，如今一片死灰，周围的气氛很凝重，一看就能看得出来，许文优被辞退了。是我哥把他辞退的吗？我不知道，但看到他这种颓势，我很开心。不尊重女性的人不配有好下场，嫌贫爱富的人更不配。许文优看了我一眼，眼睛有了神：念念，你怎么来了？
我挑了挑眉，我来收租啊。许文优一脸懵，眼神望向他妈妈。我没心思去等他的反应。经过他身边时，我小声说道：“快点找房子哟，我的太子爷。”许文优转头一脸错愕，准确的来说，应该是一脸的不可置信。他伸手拉住我，一只手托着那个大箱子，左腿抬起来顶着，怎么看都有点滑稽的感觉。这真的应了网上那句话，有钱可以摆脱很多烦恼。很多人都是嫌贫爱富的，这是事实。回家后，我看到我哥的书房亮着灯，我直接上楼去了书房。我想知道许文优是不是他开的。我敲了敲门，里面没有传来声音。又过了几秒，门被打开，温燕戴着一副眼镜，应该刚刚在处理工作。怎么了？温燕说完，直接转身回到书房。我跟着她的步子进到书房，待她坐到椅子上后，我开口：“哥，许文优，你是开除的吗？”他正在签字的手一顿，随后合上笔盖。他摘了眼镜，皱着眉头，好像有点不悦。是我开的，你替他难过。他说话声音不是很大，但总感觉一种被压迫的感觉。我连忙摆手：“不是不是，我就是问一下。我没想到你会把他开除，不知道是不是我想多了。那天在餐厅，温燕正好经过我身边，她是不是也听见了？是因为这样他才把他开除的吗？我知道公私要分明，但我还有点期待。他本来工作就不好，开除是必然的事情，公司从来不养闲人。”我点了点头，和我预期的有点不一样。就当我要转身离开书房的时候，他冷冷的声音传出来：“同样这种人渣，公司也不会要。念念，你做你想做的就好。”我紧了紧手，感觉嗓子有点不舒服。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这种感觉，就是有人护着你的感觉。我也有家了，我也有爱我的父母和哥哥，有坚实的后盾。晚上在客厅聊天，听到爸妈说到我养母的事情。他们说我养父是一个人贩子，但在我记忆里，我养父对我很好。养母直接越过我，找他们要钱。我没忍住出声：“不可以给他们，他们是一个无底洞的。”我爸摆了摆手：“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。这件事交给了律师去办，最终养母会不会被判刑，我也不知道。但恶人自有恶报。”番外，我叫沈念，从小我就被村里的人叫童养媳。我有个弟弟，我妈妈很喜欢他，不喜欢我。每次有好吃的都会让他吃。我喜欢画画，小时候的梦想是成为一个画家，但我妈说我是痴人做梦。高中的时候，我弟弟试图侵犯我，我不小心把他踢伤了，我妈很生气。大学的时候，我考上了一所普通大学，有个宿舍收留我，我就一般不回家了。但我妈不给我打钱，我只能抽时间做兼职。毕业后工作，我认识了许文优，他追了我很久，我同意了。我渴望爱，但我没想到他这么自恋地带着他妈妈和我谈论陪嫁。那天回去后，我的亲生父母找了过来，他们看起来很有钱，我是常常幻想的那种人。后来的事情就都在前文中了。我时常会想，要是我没有被拐卖，我是不是人生就不一样了？我可以尽情画画，成为一名画家，而不是每天机械地面对这些我不喜欢的工作。我恨我的养母一家，我的一切不幸都来自于他们。但好在我找到了我的亲生父母，他们很爱我。现在的我也有坚实的后盾了，我也拥有了很多很多的爱，永无止境的偏爱。最后，愿天下无拐。下面我们来听第二个故事。情敌给我100万，让我离开许艺兴。我摇摇头，向他比划了2根手指。200万。下一秒，正主就冲了进来。300万，留在我身边。我无辜地望向情敌，说道：“怎么办？他出的比你多。”耶，
Max 酒吧灯红酒绿，人声鼎沸。我穿着保洁服穿梭在人海中，将充满污渍的地板拖扫得锃亮。大婶，过来！旁边 boss 卡座的几个小年轻朝我招了招手。我瞥了一眼桌号，是今晚的贵客。我恭敬地低下头，请问有什么需要？一名穿着柳丁外套的男生从桌上拿起一瓶价格不菲的洋酒递给我。大婶儿，吹了这瓶酒，我给你1万，怎么样？我需要钱，很需要。这笔钱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，而且我也得罪不起他们。我毫不犹豫地接过他手中的洋酒，正准备喝时，却被他身旁的另外一名男生制止了。我说：“阿正，让你找个全酒吧最丑的喝完这瓶酒。这大婶儿顶多年纪比较大，你可不能这样糊弄人啊！”周围的几个小年轻听完也纷纷开始起哄。柳丁男用手肘顶了顶他，指着我嬉笑道：“天地良心，我可没有糊弄你们呐！没看见他头上那块疤吗？”说罢，他从钱包里掏出一沓厚厚的红钞票，拍在桌子上，把口罩摘了。我多加你1万块，富人的游戏。我头一次觉得原来钱那么好赚。于是我听话地摘了口罩，露出那张连我自己都惧怕的半边脸。我去！柳丁男吓得往后退了一大步，立马弯腰去拍坐在卡座最中间那男生。星哥，我是不是喝多了，撞鬼了？那男生隐在黑暗里，全程低着头玩手机，从始至终没抬过头。他扶开柳丁男的手，语气不耐：“咋咋呼呼的干什么？”柳丁男又瞥了我一眼，有些惊魂未定。男生终于抬头，将目光扫向我。他一头乌黑的碎发遮在额前，高挺的鼻，完美如刀锋的下颚，在一众的俊男美女中脱颖而出。原本紧皱的眉头，在看见我的那一刻，也变得有些愣神，像是被我吓到了。也是这一眼，我浑身打了个激灵，手中的口罩掉落在地上，眼睛里满是震惊和难以置信。我像是傻了一样，躲了他好久，却在这里遇见他，而且还是以如此丑陋的容貌和不堪的境遇下。妈妈说的是对的，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是会砸死人的。我迅速地灌完洋酒，拿起桌上的钱，逃跑似的离开了卡座。身后传来一道愠怒的男声：“你们他妈是不是有病？”许是那名男生看出我和他们年纪相仿，叫我大婶儿多少有些不礼貌。洋酒后劲很大，我到家巷口时，脑子还有些昏沉。远远的，我看见有个穿着黑色高领毛衣的男子正倚在我家门前点烟，和卡座上那名低头玩手机的花美男穿的一样。我真是喝多了，出现幻觉了。等我走到门口，花美男立马摁灭了手中的烟。这么久没见了，不请我上去坐坐？我开着门的手一抖，慌忙低下头嗯了一声。许一星默不作声地跟在我身后。我从拿出垒在一起的一次性杯，拔出第2个，给他倒了杯白开水。他兀地俯身拥住我，力道大到我差点不能呼吸。手中杯也因为这个突如其来的拥抱而跌落在地，水溅湿了我俩的裤脚。许一星暗哑的声音在我耳畔响起：“小稀饭，我想你想得快要疯了。”我深压在心中的种种委屈，瞬间如滚滚涛水般涌来，泪水逐渐盈满眼眶。许一星缓目光锁定我额上的疤痕，薄唇微颤：“把口罩摘了好不好？”闻言，感性被理性所取代，我们之间的距离骤然被拉远。我知道他喜欢我，可从前我就配不上他，更别说如今满身是疤痕的我了。我默然摘下口罩，大大方方地直视他，试图打破他的心存幻想。许一星握住我肩膀的手陡然收紧，我从他不可置信的双眼里
看出了心疼。他苍白的唇颤抖得厉害，就连声线也染上了几分哽咽。怎么会弄成这样？疼吗？我想过许多可能，比如他的脸上会是恐惧，会是嫌弃，亦或是震惊，却唯独没有想到是现在的痛惜与心疼。这一句话瞬间击溃了我心中建立的所有防线。这几年来见过我的人都避之不及，从来没有一个人问过我疼不疼。这一刻，我所有的伪装被击破，只剩下零碎不堪的心。这种感觉就像是你摔倒了，可以自己坚强地站起来，但只要有个人来关心你一句，你所有的委屈就会迸发出来。许一星咬紧后槽牙，小心翼翼地抚着我脸上的伤疤，眼底猩红一片，仿佛是在恨自己没有保护好我。疼，滚烫的泪珠从我眼眶滚落。许一星抬起手，轻轻擦拭着我的眼泪，再次将我拥入怀中。颈间晕开的湿润仿佛烫到了心里。他闭了闭眼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我用力地回拥着他，像是垂死的人终于抓住了稻草，贪恋着这一刻只属于我的温暖。良久后，我才退出了他的怀抱。我的话语间似乎还带着些颤音：“你先回去吧，过会儿我弟弟要醒了。”许一星深邃的黑眸泛着柔情：“明天等着我来找你，早点休息。”临要出门时，他忽然又转过头看我，静默一瞬之后，平静的声音里夹带着一丝颤抖：“这次还走吗？”我身形一僵，是近乎卑微的语气。没想到当年我的离开竟给他造成了那么大的伤害。我冲他笑了笑，然后摇摇头。许一星似乎松了一口气，面上重新挂上笑容，向我道别。看着他远去的身影，我心里明白，我和他没有可能，从始至终都没有。我趁着晨色出门，清晨的冷风胡乱拍打在我脸上，冷得我不禁将围巾往上扯了扯，只露出一双眼睛。刚拐出路口，就看见一群早起工作的人群围在巷口，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停在路边的豪车。那是一辆低调而又奢华的黑色迈巴赫，纵使他们不认识这车，却也看得出来这车价值不菲。吸引住我目光的不是车，而是倚靠在车门前那抹清瘦的身影。他迈步朝我走来那一刻时，我竟感受到了一股暖流灌注着我全身的血液，脸上也有些燥热。吃过早点了吗？许一星从口袋里拿出一袋包子和一杯豆浆。你最喜欢吃的酸菜包。我接过早点，手上暖腾腾的，有些诧异。他轻笑一声：“刚包子店开摊的时候买的，因为急需用钱。我早上还找了份环卫的工作，平时都是清扫完后才会回家做早饭，顺便送我弟去上学。”被他一说，倒是真的有些饿了。我开始低头吃起他买的早点小稀饭。我疑惑抬头：“我知道你现在急需一笔钱。”他嗓音低沉：“来我公司上班吧，我给你开足够的薪资，你也不用每天打那么多份工，空出的时间还可以照顾你弟弟。”我心中明了，我必须与他保持距离，可我实在拒绝不了这巨大的诱惑。我需要钱，一笔救命钱。好，我垂眼应他。许一星得到答复后，唇角一弯：“我先带你去熟悉一下工作的地方。”我刚想撤出手，却留意到车旁散落一地的烟头。他该不会守在这里一晚上了吧？许一星为我拉开副驾的车门，贴心地帮我系上安全带，眉目明朗。我抿了抿唇：“你变了好多。”是了，他从前不是这样的。我和许一星认识是在高中，高三下学期，我从县里转学到了城里一所还算不错的高中。我不爱说话，但班里的氛围很好，同学们热情开朗，我也逐渐被感染。在学习上我很努力，
但却像是在做无用功，学得十分吃力。班主任为了提高大家的成绩，分配了4人学习小组。许艺兴数学好得出奇，每次几乎都能拿到满分，而语文却是烂得出奇。我反之，于是我们顺理成章地被分配到了一个小组。组里的另外2个成员分别是外向貌美的林夕以及和我同样寡言的江晨。林夕经常向许艺兴请教各种数学题，那些晦涩难懂的题目，许艺兴仅仅只是扫了一眼后就知道了答案。他修长的手指灵活地转着水性笔，漫不经心地说：“这么简单的题你都不会，我只讲一次啊。”林夕抱着数学习题，嘴角漾出一个甜甜的笑。不过片刻，复杂的题目轻轻松松被他用最简便的方法解了出来。我跟在一旁默默地记着他所说的方法，心里不禁感慨着他的聪明。有些步骤我还是有些不懂，你可以再讲一次吗？林夕娇声说道，这样蒋珠都学会了，你还不会？林夕神色尴尬，甜美的笑容凝固在嘴边。此时窗外刚好有人叫他去打球，他淡淡地瞥了我一眼后，就拿起凳子下的篮球朝门口走去。我心里一触，还好不是自己去问他数学题，同时不免有些同情一旁的林夕。风水轮流转，有一道数学大题，我百思不得其解。我问了所有可以问的人，他们表示心有余而力不足，我只能拿着试卷去请教老师。老师让我要多跟组员交流。我脸皮本来就薄，想起那日的林夕，还心有余悸。苦恼之际，我将试卷举起，闭着眼睛祈祷。你在干嘛？人算不如天算。耳边传来一抹熟悉的轻笑。哪题不会？我看看。许艺兴问。人家都主动开口问了，我也不好服了他的面子，老实地指出题目。许艺兴拿过笔，在草稿纸上快速地写下解题过程，耐心地细细讲解。会了吗？他的思路很清晰，方法也简单易懂，但看着这些天文数字，我脑子也变得混乱，有过前车之鉴。我硬着头皮回他，会了。许艺兴目光有些怀疑，那你给我讲一遍，算是巩固了。我哑口无言。许艺兴微微叹了口气，再来一遍吧。我错愕地看向他，他看出我的不解，只弯唇一笑。我不喜欢故意装笨的人。到了。许艺兴的声音将我从回忆中拉回，刚下车他就牵起我的手，可能是觉得有些唐突，不过一会儿就又松开了。他领着我转了一圈公司，让我熟悉环境，最后才带我进到他的办公室。办公室在顶层，站在巨大的落地玻璃窗俯视，马路上行色匆匆的人群仿佛变成了一颗颗小黑点。如果不是他，我想我这辈子都没有机会能站在这种地方。他走到我的身后，轻声说：“小稀饭，做我的助理吧。”好。我回头看他。许艺兴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卡递给我，以后你来上班，刷这张卡走专属电梯。我接过卡点头。他开车带我去了高档商场，帮我挑了好几套看起来就价值不菲的衣服。我刚要摇头拒绝，他看出我的意图，抢先一步说道：“作为我的助理，总要穿得好些不是？”我只好接过。他买了一块智能的电话手表送给我弟，美其名曰关照员工家属。接过手表那一刻，我眼眶有些温热。我弟不会用手机，电话手表我想买给他已经很久了，却一直苦于没有多余的钱。谢谢。许艺兴摸摸我的头，不用太感动，这是老板应该做的。就这一瞬间，我仿佛看见从前那个张扬又臭屁的许艺兴。我到他公司上班没多久，就已经传出了些许流言蜚语。我正坐在大堂等待客户，只听见一阵哒哒哒的高跟鞋声。女人衣着华丽，
娇俏的脸上是精致的妆容。她径直走到前台，手指微曲轻扣桌子，语气傲慢：“我要见徐总。”前台有些为难，表示需要预约。就凭我和徐总的关系还要预约？你是不是不想干了？前台肉眼可见的慌张，指了指坐在沙发上的我：“要不你问问景助理。”女人将目光转向我，颇有股来势汹汹的气势。对上她眼睛的那一刻，我就认出了她，是林夕。她居高临下的俯视我，轻蔑地命令我带她去见徐总。我语气平缓，拒绝了她。在我抬起头的那瞬间，她猛地往后退了一步。她被我的脸吓到了。等她缓过神来时，她问我叫什么名字。景熙。我老实回答。林夕情绪忽然变得激动起来，指着我咒骂：“都过去那么多年了，你怎么还阴魂不散地缠在许一星身边？”他扬起手，对着我就是一巴掌。预料中的疼痛并没有落在我的脸上，许一星挡在了我身前：“把这个女人扔出去，以后不许她再踏进公司一步。”林夕又哭又笑，状似癫狂，歇斯底里的吼叫：“你会后悔的。”许一星就像是没听到一般，问我：“没有伤到哪儿吧？”我木然摇头。已是隆冬，今年的冬天有了许一星的援助，好过了不少。我弟的情况也渐渐好转，一切似乎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。许一星语气认真而虔诚：“我不敢奢求你能一直留在我身边，我也不想困住你，但你去哪里我都能找到你。从前你说最喜欢下雪，你离开的这些年，我跑遍了每座会下雪的城市，每年都跑一遍。你看，今年我终于找到你了。”我愕然，眼眶温热。漫漫白雪之间，我们的脸都浮起一片红晕。可他不自然地假咳一声，佯装看手表：“你弟是不是快放学了？”“嗯，我和你一起去。”天气冷，小学放学的早，我却迟迟没见我弟的身影。教室里，我弟被几个高个子围着，抢他的电话手表。一个傻子还戴那么昂贵的电话手表。弟弟死死地捂着手腕：“姐姐给我的，不许拿，不许拿！”听见我弟稚嫩的哭腔，我的心宛如在滴血。“住手！”我喝住他们，他们轰然大笑：“丑八怪，姐姐来接傻子回家了！”我跑上前推开他们，紧紧地拥住我弟：“亲亲不怕，姐姐来了。”“滚！”许一星周身散发出森冷的气息，一声怒吼，那几名男生被震慑，瞬间散去。“对不起，小稀饭，我不该将这个电话手表送给亲亲，引人注目，是我没保护好他。我弟12岁了，智商却只有3岁。”几经周折后，才终于以残障人士就读这家小学。这天，我接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：“时间到了。”我送我弟去学校后，就去餐厅赴了约。那几个孩子都自己退了学。我知道是许一星的手笔，不是被开除学籍，总归也是还有书读，没被此耽误一生。刚进餐厅，林夕就朝我挥手。我走到他对面坐下，林夕缓缓开口：“当年那些流言是我散布出去的，许一星的母亲也是我找来的。”他放下杯子，继续说：“那天是我失态，我也为从前的事向你道歉。今天我是想向你谈和的。”我平静地看着他，等待下文。我喜欢许一星，我知道你留在他身边的目的，那么我们各取所需。他从包里拿出一张银行卡递给我，卡里有100万。你拿了钱离开他。我摇头，突然就笑了出来。多么俗套的戏码，我已经见过一次了。我摇头，冲他竖起了2根手指。200万。他讽刺地勾起了唇角，随即话锋一转：“真想让许一星看清你这副拜金的嘴脸。”旁边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。300万，留在我身边。许一星沉着脸色，
匆匆走来，我没看他，抿唇一笑，将目光移向林夕，无辜地说道：“怎么办？他出的比你多。”许一星眸子一沉，面色铁青地拉着我向外走去。许先生有什么事可以在这里说清楚？他嗓音沙哑：“小稀饭，你知不知道你离开的这几年我有多恨你？但是在我看到你的那一刻，却只剩下了欣喜和心疼。”我知道许一星被我这3个字堵得哑口无言，眼底猩红一片。你喜欢我吗？没有，你知道的。我留在你身边工作是因为我需要钱，我有钱，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。你可以继续留在我身边吗？许一星暗淡的眸子忽然又亮起了一丝光。不行，我生病了，活不长了。我冷笑一声，语气有些许厌恶。我现在只想和喜欢的人过完剩下的日子，不想再虚与委蛇的和你相处，这样让我感觉到恶心。我盯着他的眼睛，一字一句地说道：“还记得江晨吧？是他一直陪在我身边，就连我弟弟上学的事情也是他在帮我。我喜欢的人从始至终都是他，不信你可以去查。”许一星神情有些恍惚：“那我呢？一个听我话，任我使唤的狗罢了。”许一星苦笑一声，攥拳的手忍不住颤抖，嗓音中满是绝望：“景熙，我不想再看见你。”我轻笑：“但愿。”我喜欢许一星吗？答案是必然的。在我进公司的第1天，许一星的母亲便找到了我。她将一沓厚厚的病历单丢在我面前，是许一星的。她说，在我走的那1年，许一星得了郁躁症，严重的时候甚至出现了幻觉。近2年，他的情况已经有所好转，偏我又在这个时候出现。许母鄙夷地看着我：“从前你就配不上阿星，更别提如今你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。你离开阿星，我保你和你弟以后会衣食无忧。如果你不愿意，你知道的，我有的是办法让你离开。”我太知道了，算起来，这是我第3次见许母了。早在高3那年，她就找过我。那年寒冬，林夕向许一星表白被拒，哥有喜欢的人了。说完，他意有所指地看了我一眼，流言四起。高32班那个景熙知道吗？他妈是杀人犯，把他爸给砍死了。真的假的？那他妈现在呢？当然是被执行死刑了。真吓人，我可得离他远点。面对这些流言，我缄默不语。许一星将我拉到天台，恨铁不成钢地指着我问：“你为什么不懂得反驳呀？真是笨死了。”他们说的没错，是真的。我爸失业后开始酗酒，每次大醉后就开始打我妈，打我。那晚，弟弟发着高烧，父亲拿着皮带犹如魔鬼般朝他走去。我妈疯了一般抄起桌子上的水果刀，狠狠地朝他背部捅去。魔鬼，去死，去死，去死！妈妈宛若癫狂，崩溃大哭，一刀又一刀插进他的身体里。最终，我爸倒在了血泊中，再也没能起来。我妈被警察带走的时候，只留下了一句话：照顾好弟弟。而我弟也在那晚因为没能及时治疗，烧坏了脑子。许一星疼惜地将我拥入怀中，无声地安慰我。这天之后，流言便停止了。许一星用了最简单粗暴的方式，拎出那个最先说这件事的男生暴揍了一顿，因此他还被全校通报批评。同学们不敢对我指指点点，但他们仍是不敢接近我。我身边的人只剩下了许一星一个。许母找到了我，她看着我就像在看一只卑贱的老鼠。你现在和你弟弟寄住在你舅舅家吧。我听说你舅舅赌博欠了一笔钱，你离开这座城市，我给你们家200万还债，划算吗？年轻气盛的我不曾向他低头，一身傲骨。阿姨，钱不能用来衡量一切。许母笑了，笑得开怀，仿佛听了一个天大的笑话。
小姑娘，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”那晚，我硬生生独自一人从那座半山别墅里徒步走到家，但我并不感觉到害怕。只要一想起那个明媚的少年，我心里便暖洋洋的。舅舅好赌，本来富裕的家庭被他输光，他常常骂我和我弟是扫把星，除了学费外，不会再给我们任何一分多余的钱。家里突然起了一场大火，彼时我和舅舅正在午休，待我们感觉到不对劲时，火势已经很大了。我明明已经逃到了门口，身后忽然传来了一道苍老的声音：“小希，救我！”是舅舅。明知他千般不好，但他给了我和弟弟读书的机会，给了我遇见那个少年的机会。我回头冲进火场，将他拖到了门口。晕过去的最后一刻，我仍在庆幸，幸好弟弟寄宿在幼儿园。当我再次睁开眼时，浑身都缠上了白色的绷带。据说起火的原因是电器老化，但透过缝隙，我看见了徐母得意的眼神。舅舅拿了他的钱，此后就像是人间消失了一般。我和弟弟又成了没有家的人。江晨资助了一笔钱给我和弟弟，让我们去另外一座城生活。我努力工作，找无数份兼职，一边支撑生活，一边还钱给江晨。这些年要是没有他的帮助，我和弟弟早就要沦落街头了。此时，徐母敲了敲桌子，示意我回神，语气鄙夷，和长辈说话出神，真是没教养。这一次，我只有妥协。我离开，徐母露出了满意的笑。这几年倒是有些长进，这次走了就别再回来了。她轻叩桌子，用话语点我，不要再给阿星留任何念想，只有死人不会被惦记。我点头。之前我弟那件事情，我知道是徐母的手笔，是他在提醒我。他的耐心已经快要被消耗殆尽了。徐母为我和弟弟准备了2张国外的机票，当天我们就坐上前往俄罗斯的飞机。我在书上看见一个词叫“不破不立”，有些东西必须摧毁，必须放弃，才能迎来新生。你害怕改变，那你就得去改变。你害怕陌生的环境，那你就得适应陌生的环境。你害怕什么，就要去面对什么。对我来说是这样，对许一星亦是。徐母有钱有势，托人伪造一张死亡证明，并不是什么难事。于是我就这样死在了深冬的末尾。又是一年冬天，我再次回到了这座城市。我捧着一束白菊，缓缓走到一座墓碑旁。黑白照上是少年高中时张扬的笑。林夕告诉我，在我去世的那一天，许一星深夜驾车冲向海边，被发现时已经没了气息。他手机最后一条信息是发给那个被我注销了的手机号。他说：“我只对你说了一次狠话，你就真的离开了，小骗子！你不是说这次不走了吗？算了，还是我去哄你吧。”寒风呼啸，我的心口被狠狠撕裂开，痛得麻木。许一星，我好想你呀！如果可以，我想立刻去找你，但是不行，我还有弟弟要照顾呢。你再等等我吧。空中忽然开始飘落下瓣瓣晶莹的雪花，我抬手接住一半，而后仰头望向宽广的天，天空中似乎映着少年恣意的笑，一如他初见他时的模样。他说：“你在哪里，我就去哪里找你。”许一星，你看，今年又下雪了。许一星番外，课间，我正趴在桌子上补觉，同桌语气激动：“星哥，快醒醒！”我们班来了个转校生。我不胜其烦地抬起头，讲台上的少女竖起高高的马尾，长得虽然算不上惊艳，但却素雅干净。门外的清风拂过她的碎发，微黄的阳光刚好洒在她的侧脸上。她紧张地绞着手指，声音又软又糯：“大家好，我叫景熙。”我忽然觉得有一只小鹿在心里乱撞。
扑通扑通的心跳声震耳欲聋，仿佛全世界只剩下了我和他的呼吸声。我捂住自己的心口，正愣着喃喃自语：“许一星，你完了！好奇怪，每次在校外看见他，他都在喝稀饭。他很喜欢喝稀饭嘛，那以后就叫他小稀饭吧。这样每次叫他都像是在告白。他应该能明白我有多喜欢他了吧？怎么今天又看见他在喝稀饭呢？哎，景熙，真稀饭呢？小稀饭怎么那么笨呢？对于那些流言，他都不会反驳的吗？真是急死我了！我想要他为自己发声，可他却泪眼汪汪地说那些流言都是真的。他流着泪告诉我他父母的事情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在那一瞬间，我只看得见他的泪。他们都说喜欢一个人是从怜惜开始的，可我觉得不对。正因为我喜欢他，此刻我更加心疼他。我在心里暗暗发誓，以后绝对不会再让他受到任何伤害。后来他走了，走得悄无声息，没给我留下任何只言片语，就像是从未出现过一样。我们明明约好了下午要选同一所大学，每次我们一起上学，我都会早到半个小时等他。但今天我格外困，多贪睡了一会儿。他说他喜欢顾城的诗，我偷偷背了一首：草结在他的种子，风在摇他的叶子。我们站着不说话，就十分美好。我想他应该会喜欢。在我赶到他家楼下时，眼前是一片废墟。我暗道不妙，着急地四处打听他的消息。可过了那么久，他为什么不回来找我？只因为我多睡了一会儿吗？我好像疯了，周围似乎都是他的影子。偶尔能听见一道软软的声音：“许一星，这题我不会，你可以教我吗？”我回头，只有凉风吹过的声响。逐渐，我脾气变得愈发暴躁，需要吃很多药来控制。我告诉自己要忘记他，临了又舍不得。少女的模样早就深刻于心。人生漫漫几十年，我下定决心要找到他。我们至少得有个结果。小稀饭，如果那天我在酒吧没看见你攥紧的拳头，没看见你指甲嵌进肉中滴出的血，或许我就信了你的话。我想你也是喜欢我的吧？你的演技还有待提升啊！既然你想离开，我相信你有不得已的苦衷，也有把握能再次找到你。收到他死亡证明书那天，很奇怪的，我没有哭，只是逐字逐句反复看了好久。夕阳的余晖染红了整片天，我忽地笑了。驱动车的那一刻，我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：小稀饭，你别怕，我说过的，以后你在哪里，我就去哪里找你。尾声，当年那场火灾是徐母一手策划的，他提前让人打点了整栋的住户，以各种理由把他们支走。于是在那天中午，他故意让许一星喝下伴有少量安眠药的牛奶，让他疲惫贪睡。他绝对不许任何人挑战他的权威。如果许一星那天没喝下那杯牛奶，或许他们就不会是如今阴阳两隔的结果。这个秘密在冬天被大雪掩埋，从前许一星不知道，以后景熙也不会知道。也许他们谁都不知道才是最好的结局。就让寒风将这沉重的秘密吹散在大雪之中。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过去终将会过去，但故事已然成故事。您的点赞和订阅就是我更新的动力，期待您给出任何建议。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。